他爸爸被抓的时候，他才2岁半，好小的。有一天他突然过来，他就问我，他说妈妈，我爸爸为什么会被抓到监狱里去？有这样一个做人权律师的爸爸，他注定他的生活的命运跟其他人不一样。举世震惊的709大抓捕，迄今已过去3年。从2015年7月9日起，全国范围300多位律师和公民被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其中主要是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的法治改革和权利维护的律师。自2003年孙志刚案起，一批维权律师挺身而出，带领敏感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他们对人权和法治的坚守引起了官方的不安，因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特别关照。一批律师被通过个案罗织罪名，而2015年的709大抓捕显示出一种高度统筹和步调一致的特点，从头至尾可能整个都是黑箱的。其受害人数之众、羁押之久、酷刑之惨、对法治破坏之巨，作为依法治国幌子下触目惊心的人权灾难，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在2017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709案却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工作报告里的重要政绩。我是这样看709，就是他把一个普通的公民的对司法公义公平的追求看成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看成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那709案就是对这样一群公民和律师的严酷的打压。在709大抓捕事件中，公权力被滥用，当局传唤警告数百名律师和公民不得发声，以断绝外部声源，拒绝家属聘任的律师会见，非法解聘律师，用强制服药、疲劳审讯、殴打等酷刑逼当事人就范，抹黑当事人，逼迫周世峰、胡石根、王宇、江天勇等人电视认罪。每当国内发生热点敏感事件，维权圈就会开启他们的炒作模式。更有甚者，持续骚扰和恐吓709家属，不仅以被捕者的安全、健康和刑期作为谈判筹码，甚至威胁家属的生存、工作和孩子求学。整个大街上，只要我的脸出现，就会落入到你们公安的手里，监狱在里边逼迫他认罪，并且要拿老婆孩子的生命来让他认罪。镇压越烈，反抗越强。原本柔弱的女子没有被吓倒，她们离开厅堂和厨房，拖儿带女，为营救丈夫东奔西走。释放709的这些被抓的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他们都是无罪的。他们能利用的唯一武器还是法律。但讽刺的是，当他们因抗议丈夫被污名化而民事起诉中央电视台，公安撬门抓人，把他们带到派出所，极尽威胁。当他们行政起诉中国公安部，法院不予立案，国保却上门警告。每逢两会、G20等重大会议，他们就会被国保圈禁在小区里，防火防盗防律师。他们的孩子没法上学，他们的丈夫明明伤痕累累，体检报告上却是一切正常。这是我丈夫勾红国，这是他在2015年4月份拍的这张照片，这是出来以后被关押13个月以后出来，就是这样子了。在今天的盛世中国，法律护不了他们的周全，却成为迫害他们的工具。他们深感悲凉，由此对丈夫的事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赞佩。从个人痛苦中走出来的女人更加强大，对家人的爱升华成对社会公益的追求。她们持之以恒、富有创意的接力抗争，不仅支持了丈夫的维权事业，也独立地成为反抗专制的巨大力量，使709事件由一个人人谈之色变的律师大劫难，变成一道以709家属用光鲜亮丽的水桶、旗袍、灯笼来对抗国家机器的美丽风景线。709大抓捕已过去3年，尽管19大报告55次提到法治，19大以后的中国人权律师职业环境更加恶化。面对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又一波调查行动，李和平拒绝出席听证会，而著名刑辩律师杨金柱更是在法院门前怒摔律师证。杨金柱现在骂骂你，不要这个律师证了。而王全璋律师自2015年8月遭北京公安逮捕，至今生死不明，成为709案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的人。只要王全璋一天不自由，我就不会停下脚步。想放弃，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是
这个念头一过，想一想我丈夫的现在这种处境，他的遭遇，我没办法停止下来。